如果我告诉你，新加坡刚建好一座全新的豪华码头，官方却已经提前准备好它的退役计划，你会相信吗？新加坡最近正在做一件非常反常识的事，他花了不少钱，新建了一座规格极高的国际客运码头，自动化生物识别通关，更宽敞的候船空间，更完善的商业配套，几乎样样都是顶配。但官方却说得很清楚，这座码头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永久存在。按照规划，它大约只会运营10年左右。更直接一点，2026年7月27日，陪伴新加坡近半个世纪的港湾中心渡轮码头将正式停止运营，接棒的就是距离它仅70米，位于港湾道5号的全新码头。问题来了，一个寸土寸金，每一平方米土地都要精打细算的新加坡，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建一座注定只是过渡的豪华码头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搬家，更不是简单的旧楼翻新，它背后牵动的是整个南部海岸线的重新布局，是港口外迁后的城市空间重组，更是一套几乎贯穿新加坡所有重大基建项目的底层逻辑。表面上是一个码头换了位置，实际上新加坡正在用一座只存在10年的建筑，为未来50年的城市发展铺路。而这也许就是新加坡基建最特别的一点，很多设施从设计之初就不是为了永久存在，而是为了让整个城市能够不断进化。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是，旧码头不是还能用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拆？答案其实很现实，因为它站错了位置。港湾中心现在占的不是普通地块，而是新加坡南部非常稀缺的一线滨水地段。你把这样一块地长期拿来放一个低层、低密度的客运设施，在今天的新加坡，这样已经算不过来了。根据枫树产业公布的计划，原有码头地块会重建成33层的综合项目，总建筑面积大约123,000平方米，还会带上约130,000平方米的景观和绿化空间。也就是说，同样一块地，未来能承载的是办公、商业、人流、税收，还有整片海滨界面的升级。旧码头继续留在那里，机会成本会越来越高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件事不是开发商自己想改建这么简单，它是大南部海滨战略的一部分。随着丹戎巴葛、布拉尼、巴西班让这些传统港区逐步腾挪，南部海岸线正在从港口工作带转成新的城市生活带、商业带和滨水带。URA 这些年的规划文件其实一直在铺这个方向，港湾中心只是最先动刀的一块。你会发现，新加坡看待土地从来不是看现在还能不能用，而是看这块地在下一个阶段能不能创造更高价值。只要答案是否定的，再熟悉的设施也得让位。所以旧码头不是坏了才拆，而是因为它已经不符合这块地未来的角色。接下来更值得看的是，新加坡怎么在不影响700万人次流动的前提下，把这场替换做得几乎无痛。这也是很多人最容易误判的一点。临时不等于可以凑合。港湾中心不是社区小码头，它是新加坡连接巴旦、民丹等周边岛屿的重要客运节点，年客流量长期在数百万级。官方过去提到的规模大约就是700万人次。这个量级决定了一件事，过渡期如果做差了，影响不是几个月不方便，而是整个海上门户的体验、效率和信誉一起受损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国家级接口，接口一旦卡顿，后面所有人都要付成本，包括旅客、船公司、边检、周边商业，甚至新加坡给外界留下的运行印象。所以新码头虽然只是过渡设施，规格却一点都不低。公开信息里已经能看到，它会用自动化生物识别通关系统，目标很明确，就是把高峰时段的人流处理得更快、更稳、更少摩擦。这里面体现的不是面子工程，而是系统工程。因为真正昂贵的不是建一个像样的临时码头，而是在10年过渡期里持续承受低效率。还有一个细节特别关键，新旧码头之间的距离非常近，大约70米。这个距离听上去没什么，但对运营切换来说意义很大。它意味着旅客习惯、交通接驳、航线组织、后端执法与安检流程
都可以在相对熟悉的空间里平移，而不是整套系统重新适应一个陌生地点。你会发现，新加坡很擅长这种做法，不是追求戏剧化的大搬迁，而是把复杂系统拆成很多可控的小位移，让公众感受到的变化尽量少。真正难的地方，不是把楼盖起来，而是把切换做得像没发生过一样。码头不能停，船班不能乱，边检不能堵，周边道路也不能因为换址突然失序。这种零停机思路，在新加坡很多大型基建里都能看到。先打好替代能力，再处理旧系统，尽量不让市民替规划失误买单。所以这个临时码头之所以看起来豪华，不是因为新加坡喜欢花冤枉钱，而是因为它不允许自己在过渡期掉链子。对一个靠连接、效率和可信度吃饭的城市来说，稳定本身就是收益。接下来再往上看，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个码头的运营问题，而是新加坡对基建寿命的根本理解。如果你真的想看懂这件事，不能只盯着这个码头本身，要把时间轴拉长。新加坡很多人以为很稳定、很成熟，会一直存在的设施，最后都被重写过。原因不是他们失效了，而是国家对空间的用法升级了。最典型的就是南部港区，丹戎、巴葛这些港口，当年是新加坡全球贸易地位的核心资产，功劳极大，运行也并不是不能继续。但国家还是决定把集装箱业务逐步整合到大市。为什么？因为老港区留在城市核心边缘，土地价值和功能潜力已经远远超出港口本身。与其让最稀缺的滨水地继续承担旧任务，不如把港务功能搬到更适合大规模运作的新地点，再把腾出来的海岸线重新定义。你今天看到的大南部海滨，本质上就是这样来的。再看滨海湾，逻辑也一样。它不是等周边完全成熟了才补基建，而是先把路、地铁、地下管线、分区规则这些骨架先搭起来，再把未来几十年的增长装进去。也就是说，新加坡做基建常常不是为现在这一刻服务，而是为下一轮城市结构预埋条件。这样回头看港湾中心的新临时码头，很多人觉得贵，其实是因为只看到了建设成本，没看到它释放出来的时间价值和土地价值。它用10年换来的是旧址可以立刻进入重建周期，开发可以提早启动，南部海岸线的拼图可以继续往前推，整个区域的资本和人口预期也会更早形成。10年之后，这个临时码头可能退场，但它完成的任务未必是10年的，它可能是在给未来50年的城市收益打底。这里面有一个很冷的判断，在新加坡，基建不是纪念碑，不是建成就要永远留着，它更像工具。工具服务阶段目标，目标变了，工具就换。只要新的用途能创造更高密度的经济价值、更强的连接能力、更好的国家竞争力，那么哪怕旧设施还很结实，也会被替代。这套逻辑听起来不浪漫，但非常新加坡，因为它没有腹地，没有资源，能反复重组的只有土地、制度和时间。土地要不断换用途，制度要保证切换成本可控，时间则要被尽量买回来。临时码头就是在买时间，它让旧址尽快腾空，又不让海上客运停摆。它昂贵，但可计算；它短命，但高效。也正因为这样，真正的新加坡基建从来不是追求永久，而是追求在每一个阶段都把地用到最值。所以这件事最值得记住的，不是新码头有多新，也不是旧码头要关了，而是新加坡处理基建的方式。他愿意为了长期升级，接受短期重复建设，也愿意为了未来更高价值，提前为过渡阶段买单。这种做法看起来贵，背后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国家账本。如果大南部海滨接下来持续推进，港湾一带的商业、交通、居住和资产价格，大概率都不会留在今天这个水平。问题只是谁先受益，谁会被重新分流。你怎么看这次港湾中心搬迁？你觉得这种花大钱建临时设施的做法是高明还是太奢侈？如果你以前常从这里坐船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记忆，我会看。要是你喜欢这种从一件具体小事拆到背后政策，
财政逻辑和城市规划的内容。订阅这个频道，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期见。